7月24日夏日季，所有人都被影子吞噬殆尽。3周末打出 B1 结局的盛平再次轮回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那个分辨杀死影子的南云老师。南云很快猜测盛平是时间旅行者，但他又说当时盛平见到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弟弟龙之介。看完了盛平推导3周末的轮回说，南云没有任何犹豫相信了盛平，因为14年前他这个岛上遇见了某个影子，他的家人被其杀害，但剩下的事他不能多说。如果他告诉盛平后再被影子复制，影子就会知晓自己的真面目。影子会以家人为目标，不过这种病和得了麻疹一样，得过就会有免疫力。患上影子病后，只要杀死影子，一辈子就不会再染病了。根金杀死过自己的影子，所以可以放心信任他。南云没有免疫力，但最终仍旧冒险回到了岛上。南云说他是来救盛平的，所有2个人握手达成联盟。剩余时间54小时，夏日季的尾声，大家全都会消失。有一只4只手的影子在操控所有的影子。盛平希望南云帮忙杀死尹灵，不管是小林就会一直处于危险之中。按照盛平之前的记忆，尹灵会在今晚9点左右出现在小洲餐厅门口。在此之前，他得先去处理小早川一家。盛平认为南云这次会失败，因为24号失之的影子出现在神社内，就代表南云今天没能成功消灭失之。盛平希望能和他们一起行动，哪怕再次失败了，他也能弄清楚失败的原因。来到小早川家门口，南云扎起头发，交给你了龙之介。随后盛平看见南云拿起手机一直在听着什么，根金告诉盛平，现在的他没有任何的记忆。听完留言后，南云说了一句明白了姐姐，就提着行李箱摁开了小早川家的门。影子朝子热情地将他引进屋。南云说他带了一些特产，在客厅里打开了行李箱。朝子还邀请南云他们一起吃晚饭。没想到的是，南云反手拎起大锤锤爆了好友的脑袋。影子的本体利于平面，对3维实体的攻击并不能造成伤害，但是能观察到他的不过是3维实体的眼睛。他们如果发现他知道杀死影子的方法，就会产生警惕，不敢靠近。见到妻子被杀，丈夫超级快则扭曲地冲向南云，最后同样被踢锤爆头。突然像是预知到了自己的死状，南云急忙转身防御扑来的朝子，最后一锤砸在朝子的影子上。留在卧的盛平问根金，南云是不是有双重人格？他有些担心南云一个人对付不来。根金让他放心等着。龙之介拥有和影子战斗的能力，那家伙非常强。他听不懂盛平说的什么时空轮回，但如果盛平现在死去，影子失之逃走的原因很可能会改变。既然南云相信了盛平，今天就不会是他的死期。如果盛平说了谎，他是绝对不会原谅他的。盛平让根金跟他讲讲龙之介的事。南云的日和有一个一同出生的双胞胎弟弟，那就是南云龙之介。14年前，龙之介的尸体出现在鹰巢山上。听到日和悲鸣的根金跑到现场，龙之介的尸体简直惨不忍睹，身上的肉有被撕咬过的痕迹，像是被什么东西吃了一样。人们都说是野狗干的，闹出了不小的乱子。但日和却说那是杀人事件，因为除了撕咬，龙之介的脖子上还有和小潮一样的勒痕。但是没有人相信他的话，遗体当天就被火化。影子或许从很久之前就盘踞在这座岛上。根金发誓要将岛上的怪物一个不留地驱逐出去，为此他愿意赌上性命。他问盛平有没有这样的觉悟。回到屋内，见到爸爸妈妈被杀，狮子哭着质问龙之介为什么要这么做。龙之介反手一锤砸在狮子的影子上，狮子整个人随之被砸得稀碎。他明明受到了致命攻击，影子却像没事人一样从那锤子下面躲开，绕后一把勒住了龙之介的脖子。龙之介非常危险，不仅知道该如何杀死影子，还能仅凭肉眼捕捉他们的动作，他真的还是人吗？龙之介让狮子复制他的影子，不就什么都知道了？狮子才不上当，他准备先杀了龙之介，却没想到龙之介对自己也这么狠，捡起地上的筷子透过侧腹直接穿透了狮子的影子。狮子面容扭曲的咒骂着逃向3楼。龙之介给根金发起消息，执行 B 计划。根金掏出一把钉枪交给盛平，就让他看看盛平的觉悟吧。龙之介来到儿童房内搜寻，察觉到狮子就在他身后，警告对方想要复制他的影子是没用的，在他发动复制后的几秒内都会失去行动能力。扫描一个人的全部信息需要耗费不少力气，在狮子扫描他的瞬间，他就会先杀了他。狮子说了一句无聊后，就潜入影子越过龙之介从阳台溜走了。但根金早在这里等候多时，钉枪对着他一顿连射，龙之介也同时冲出房门。狮子无心恋战，越过根金朝远处逃跑。而只有他越过拐角时，埋伏在此的盛平将他死死摁在地上。狮子发狂，一口咬向盛平的手臂。根金赶到，对着影子连射3根钉子，只要从3个位置刺中影子，他们就会被封在原地一动不动。原来他们说的 B 计划就是捕获狮子进行调查。龙之介问狮子是不是他杀了小潮并造出了他的影子，只是干脆承认就是他勒死的小潮。盛平怒不可遏，厉声质问狮子到底有什么目的。狮子说这个夏天一切都会结束，他要和家人们一起回归。身为人类的他的确被杀害了，但是影子对他进行了完美的复制，内心、身体、记忆，所以他不过就是重生的狮子。盛平不如也早点变成影子，做他的哥哥吧。盛平怒不可遏地举起拳头，龙之介率先一锤将狮子爆头。已经够了，和影子说太多只会被他蛊惑。复制体的行为举止和原本的人完全相同，完美的复制体和起初的本体又有什么不同呢？这就是小说找男的主题。盛平为南云是怎么想的？
不过现在出来的是龙之介，小说是日鹤写的，但并没有文采，一般出来只是为了应付人际交往。得知盛平是日鹤的粉丝后，龙之介很高兴。这件事姐姐没在录音里说过，一定是害羞了。结果就在龙之介突然给了自己一拳，人格被强行切换回了日鹤，他才没有害羞。这个头发后就代表着他从龙之介变回了日鹤。南云提醒盛平不要为影子的模样和话语而有所动摇，以后他们可能会扮演他的家人朋友，甚至是他的爱人。探讨复制体和本体同一性的这种哲学问题，等一切结束了再说不迟。小早川知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但是盛平还有时间。这三人来到小周家门前，南云和根津埋伏在外面，并和盛平交换了联系方式。盛平是观测者，要尽可能维持几周前的事态发展。这个盛平一回家就见拎着带血菜刀的小林，盛平现在心脏都停跳了，好在只是虚惊一场。小林只是因为切洋葱辣到了眼睛，盛平赶紧接受有条不紊地做着咖喱。除了杀死影子的必要行为，他也得争取不改变其他事。如果事件不同，人的行为会产生连锁改变，这样他见到的未来就会失去作用。突然听到一阵很响的肚子叫声，盛平还以为是洗脸的小林饿了，没想到一回头，趴在他身后的居然是尹超。盛平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而尹超居然也是从上一周末的轮回中回来的。只是小林突然推门而入，尹超只能暂时藏起来。之后艾伦回家，盛平让尹超找机会溜进他的房间，鲍家警将阿哲引开，和小床约了明天再联系后，盛平端着2盘咖喱，在小林不解的目光中回屋吃。没想到尹超和他一起进入了时间循环，盛平忍不住摸向了后背藏着的刀。尹超说自己醒来之后出现在海滩了，但是他没有被别人看到。盛平尝试着触摸了一下尹超的影子，尹超感觉像是身体被触摸到了一样，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全身都是破绽。盛平明白，只要他给影子一刀，就能将这个冒牌货彻底解决。但上一周末的尹超是救过他的。2年前，盛平选择离开小岛，前往东京去厨艺学校学习。这件事他临走前的告知小潮，他说自己不想再做小周家的孩子了，要尽快挣钱养活自己。不是他不喜欢这个家，而是因为他喜欢小潮，不想和小潮做这样的家人。但当时的心意没能说出口，2个人大吵一架，不欢而散。离开的前一天，小潮说想吃他做的咖喱，但他却以自己要收拾行李为由拒绝了。原本以为再没有下次了，但小潮却又以这样的姿态回到他的身边。盛平还是没忍心下手，面前这个人就是小潮，绝不会错。盛平问尹超能不能复制人类，尹超试了一下，显然不是不能的。时间接近9点，南云和根津都在外面埋伏着，盛平一直没消息。根津让南云别太相信盛平的预知，猎物的举动时常出乎他们的预料。果然，这次尹灵并没有光明正大的出现在小周家门外，而是变成影子潜入到了屋内。南云发去消息问盛平有没有异常情况，盛平没有暴露尹超的事，见尹超还穿着泳衣将他换一身，结果没想到尹超居然把自己的衣服给消除没了。尹超二话不说给了盛平一拳，躲进被子里让盛平拿件衣服给他。盛平告诉尹超，尹灵今晚会来，不过不用担心，对方一次都没进过家里来。突然小林敲门回来收盘子，吓得尹超赶紧躲进被窝里。小林在桌上放着2份餐具，就问盛平姐姐是不是回来了。在日多岛，逝者的灵魂会回到家中化为保护神。盛平和尹超急急松了口气，还好小林没有发现什么。结果尹超刚冒头，小林突然折返回来了，盛平现在心脏都快停了，愣了几秒才发现不对，这不是小林，而是来杀他的影子。尹灵持刀捅向盛平，尹超突然拦在盛平面前为他扛伤，又被尹灵一刀划开了整只左臂。意识到这不是能正面对抗的对手，盛平就在窗边拉开窗帘，要和尹灵决一死战。但尹灵没有第一时间对付盛平，而是问尹超为什么要帮盛平。尹超回答他喜欢盛平，和喜欢的人站在一起有什么问题吗？这句话突然激怒了尹灵，操刀对着盛平捅来，可他明明都已经死了呀！一颗子弹从窗外射进来，将尹灵一枪爆头。盛平趁机俯身刺向尹灵的影子，受了致命伤的尹灵在盛平耳边说了些什么，随后砰的一声消失了。南云提着锤子走进来要杀了尹超，盛平护在尹超身上不让他动手。他知道南云憎恨影子，但是尹超竟然2次都保护了他，为他挺身而出，这就是他认识的那个小超，所以希望南云放开尹超，并为他治疗伤口。尹超着急地问小林有没有事，在听到尹超的声音，南云突然改变态度。尹超的胳膊在淋上水之后突然消失不见，不过也不会再疼了。南云让尹超听一段录音，这是事情发生之前突然出现在他手机里的，说下2季大家都会被影子杀死，只有盛平能阻止这一切，希望他去帮忙。南云之所以回到岛上，都是因为这段录音，声音确实是小潮的，但尹超却没有什么印象。今晚尹灵会潜入小周家刺杀盛平，看来是得知了他们杀死失之的事情。南云表示，今后都不能和盛平一起行动了。尹超虽然现在看上去正常，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顾上，这是他们能做出最大的让步。临走前，盛平提醒南云，1周末的时候，明天他将会在神市的森林里一队被尹灵杀害，希望他一定要活下去。7月23日一早，为了不让小林来敲门，盛平特地去找了小林，并拿到了小潮的遗物项链。之后的剧情都和之前一样，餐厅照常营业，从阿哲手里拿到手机，小窗到店找到他。明明是大晴天，盛平出门却递给小窗一把伞，因为他知道下午会突然下雨，
他们照着了的海滩讲述小超的死因，没想到尹超也在，当场给小窗来了个惊悚回魂。两人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小窗，小窗静静的听完所有的事，希望为没能救下小超的事做出一点补偿。尹超二话不说踹了他一脚，这样他心里应该好受了吧？好受了就赶紧来帮忙。尹超没有自己死亡的记忆，他用指纹解锁了小超的手机，发现在他死的前一天，视频里有一个录像文件。